4年以后，太平道教徒郭泰率领10几万教众又一次发动起义，再次震动朝廷。这个郭泰是在白波谷起兵的，所以他的军队被称为白波军。白波军起兵后，很快就席卷了河东郡。在此期间，一个河东郡的小公务员被迫投降了白波军，他的名字叫徐晃。大家好，我是普通话说的超级好的不二酱。在史书记载中，关羽只管一个人叫过大哥。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知道的朋友请把答案打在公屏上。如果你的答案是刘备，那就错了，正确答案是徐晃。然而就是这位连关羽都很尊重的徐晃，却被陈寿排在5子良将的最后一位。为什么徐晃会成为吊车尾呢？是他能力不够强，功劳不够大，人品不够好？这一切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。徐晃字公明，河东郡人，放到现在就是山西人。徐晃的家庭虽说算不上豪强，但在当时也还算凑合，起码能吃饱，还读得起书。长大后，他顺利在郡里当了个小公务员，准备作为一个日子人，平淡无奇的过完一生。遗憾的是，他所处的东汉末年实在当不了日子人。很快，视频开头那一幕就发生了，徐晃打不过，只能被迫加入了白波军。然而，作为一个从小好好读书，日子一直过得还可以的乖孩子，徐晃对造反没有丝毫兴趣。自从加入了白波军，他就跟那位和他一样字公明的宋江一样，满脑子都在想一件事：徐晃加入白波军后，就一直在跟白波军首领杨凤身边。后来，杨凤投靠了掌控汉献帝的凉州军阀李傕。公元195年，李傕和其他凉州军阀展开了一场大火拼，人脑子都要打出狗脑子了。眼看李傕已经是玩小孩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杨凤果断选择了单干，也不跟你玩了。选择单干后，杨凤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我该干什么呢？看到老板的迷茫后，徐晃立刻给出了他的建议：您之前不是造反，就是跟着李傕这样的反贼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得洗白自己，不如护送皇帝回洛阳吧，这绝对是顶级漂白啊！杨凤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联合了董承、韩先等人，开始一门心思护送汉献帝回洛阳。历尽千辛万苦后，终于把这事办成了。结果趁着杨凤驻军在外，曹操勾搭上董承过来把汉献帝给接走了。杨凤心里这个气啊，曹操你他妈就是个老六。其实呢，在此之前，徐晃就劝说过杨凤，让他去投靠曹操。杨凤本来已经准备答应了，可曹操这一波偷皇帝实在给他气炸了，于是他不顾一切带兵追击曹操，结果被曹操揍了个鼻青脸肿，大败而回。这一下杨凤彻底绝望了，他破罐破摔，带兵跑到曹操的地盘上劫掠百姓。曹操知道后也不客气，直接玩了一波偷家，带兵去掏杨凤的大本营。杨凤知道后，吓得直接跑去投奔了袁术，就这么把徐晃给扔了。徐晃觉得虽说投降不太好，可是老板先不管我的呀，所以抱歉了。于是徐晃投了曹操，终于完成了招安的心愿。看到徐晃来投，曹操马上就玩了一波套路，对徐晃展现出无条件的信任，把士兵交给他，让他去讨贼。讨完了以后，立刻任命徐晃为皮将军，相当于少将。其实呢，这种套路对曹操这种级别的老板来说，完全是常规操作。可你想想，徐晃之前接触过的老板，那都是什么人啊？杨凤、李傕、郭汜等一帮大老粗，他们哪个人会这招呢？和那帮人相比，曹操这招完全是降维打击，好不好？初次体会到如此的降维打击后，心眼狠实的徐晃立刻就被彻底征服了。他感到自己终于遇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。我靠，之前那么多年简直白活了啊！我好喜欢曹操大人啊！
从今以后我的一生都要无条件奉献给他。就这样加入曹军后，徐晃经常一个人在那感叹遇到了曹操这样的民族，所以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只想把一生都献给曹操。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去巴结权贵，结交豪强，就这么孤孤单单的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好吧，你没朋友，那谁还替你说话呢？你怎么出头呀？当然，只要徐晃能力够强，立功够多，人品够好，应该也可以出头的吧。那么徐晃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徐晃加入曹军后，一开始干的都是从工的活，并不出彩。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官渡之战中，徐晃大放异彩，在荀攸的推荐下，徐晃主导了击败韩猛、烧毁袁绍军运粮车的奇袭战，被封为都亭侯。在曹操平河北的过程中，徐晃同样立功无数，并展现出了仁慈的特征。有一次，益阳县令韩范选择了诈降，随后再次反叛，曹操大怒，派徐晃前去进攻。徐晃来到城下后，并没有进攻，而是耐心写了一封信，劝说韩范投降，最终兵不血刃拿下了城池。拿下城池后，徐晃担心曹操不肯放过城内的士兵和老百姓，于是对曹操苦心劝说道：如今二袁还没有被击败，那些没有被攻破的城池还在观望，如果你灭了益阳，那些城池一定会死守，河北将永无宁日。拜托您放过益阳，这样大家就会望风归顺了。曹操听后觉得有道理，就采纳了徐晃的建议。徐晃打仗并不是单纯靠勇猛，他的用兵和谋略能力都非常出色。攻打毛城时，徐晃成功玩了一招伏兵破敌，这可是用兵高手才会的技术活啊！徐晃的谋略能力也丝毫不逊于专业参谋。潼关之战开始时，马超、韩遂等人率领关西联军依靠潼关阻挡曹操，让曹操感到相当难办。对此，曹操的想法是带大军从蒲坂渡河进入渭北，然后再往南打，这样就能绕过潼关了。可这样的话，很容易在渡河时遭到马超军的截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时候贾诩在曹操身边，曹操不问贾诩，反而问徐晃该怎么办。徐晃一拍胸脯说道：这好办，你让我带小部队强行渡河，快速修好工事，然后用这个工事阻挡关西联军，您就可以带大部队顺利渡河了。曹操当即拍板，让徐晃带4000军队开干。徐晃当即出手，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渡过了河，开始修筑工事。等到徐晃的工事已修了半截，关西联军这才派梁兴率军5000赶到，对徐晃发起进攻。徐晃也不含糊，率领刚刚还在挖土的士兵们扛着铲子，拿着砖头就往上冲。一场恶战硬是击退了梁兴，最终修好了工事。可以说，徐晃为曹操最终赢得了潼关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通过上面这些描述，可以看出徐晃是真真正正能力强、立功多、人品好，几乎是360度无死角的挑不出一点毛病。这样的人不但可以做大将，还可以做统帅。然而奇葩的是，徐晃在曹操手下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重用。整个曹操时期，徐晃从来没有得到过镇守一方这样的工作，地位上也一直被于禁、张辽、乐进压得死死的，和张合一起并列五子良将的吊车尾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曹操，你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一位有能力、有功劳、人品好，又对你忠心不二的将军呢？这个嘛，你想想曹操这个人的性格就明白了。曹操这一生经历过很多次背叛，让他变得极度多疑，没有安全感，不愿意相信别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曹操的不安全感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到了后来，他甚至开始不希望将军们再拥有独立的思想，希望所有将军变成他的提线木偶。于是曹操不但要求将军们都按照他编写的新书做事，后来还迷上了搞微操。要不是古代通讯实在不发达，估计这哥们能做到微操到年。因此讨曹操欢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曹操表达一种近乎变态的忠诚。在这方面，于禁可以说是顶级高手。有一次曹操的部下昌西叛变，曹操派于禁去进攻，
昌熙和于禁是老朋友，他认为于禁肯定会放自己一马，于是就投降了于禁。当时其他将军也劝说于禁可以把昌熙给曹操，这样立功还不用杀朋友，多好呀！没想到于禁严厉地说道：“你们难道不知道曹公的常令吗？被包围了才投降的人是不可以被赦免的。昌熙是老朋友又怎么样？难道我可以丢失节操吗？”于是他直接杀掉了老朋友。曹操听后被感动得稀里哗啦，直接把于禁从少将提拔成了中将。除此之外，于禁还采用各种办法对曹操展现自己的忠诚，比如当时其他将军缴获财物以后都要拿出一部分分给士兵，毕竟大家很辛苦嘛。可人家于禁呢，人家每次是全部上交给曹操，一点好处也不给士兵，而且于禁平时还用严刑峻法对待士兵，搞得自己不得军心。于禁的种种行为让他成为了最受曹操宠幸的将军。毕竟这样一位经常拼命表现忠诚还不受士兵喜欢的将军，在曹操看来是最不可能造反的，那么也就是最值得信任的。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徐晃，可以说徐晃的各种操作都让曹操难以放心。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，他仁慈，不愿意滥杀无辜，他善用兵，有谋略，他有战略思想，懂得迎奉皇帝的重要性，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更可怕的是，徐晃还有一手大招，善于治军。没有徐晃的命令，连曹操本人来了，士兵都依然坚守岗位。可以说徐晃能力之全面，格局之大，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名将军的范畴。那么将军再往上是什么呢？所以说你觉得曹操会怎么看徐晃呢？就这样能力强、功劳大、人品好，又对曹操忠心耿耿的徐晃，反而一直无法得到曹操的重用，干的永远是擦屁股的工作。但即便如此，徐晃依然无怨无悔，不就是擦屁股吗？无所谓，为了你我会努力擦好的。当张辽在合肥镇守，夏侯渊、张合在汉中镇守，于禁在中央吃瓜子享福时，唯独徐晃又被派了擦屁股的活。他先是在山谷中和陈氏1万多人搏斗，摆平之，然后呢，可怜的徐晃将军居然被派遣给曹真这个小年轻打下手，在曹真指挥下跟高翔作战，结果击破高翔的功劳果然被记在曹真传中。遭到如此薄待，徐晃还是无怨无悔，认真干完了所有任务。公元219年，徐晃终于迎来了他一生的巅峰，迎战关羽。一开始曹军占优势时，曹操当然想不到徐晃，他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心肝宝贝于禁去干。结果于将军搞了个全军覆没，这下也不讲什么节操了，直接投降了关羽，气得曹操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死过去。接下来曹操想派的人依然不是徐晃，而是他的儿子曹植。没想到他那个宝贝儿子不争气，硬是喝醉了去不了。无奈之下，曹操这才想到了徐晃，毕竟擦屁股找徐晃嘛。此时徐晃刚刚打完汉中之战，他所率的士兵不但数量不够，还有很多是新兵。虽说曹操承诺会给徐晃支援，但这支援什么时候到，能不能到还说不准呢。而且徐晃要面对的可是刚刚威震华夏的关羽啊，可以说这一战对徐晃来说真的万分凶险。然而徐晃依然无怨无悔的去了，只要是曹操交代的任务，徐晃都会坚决去完成，不管能不能完成。三国志记载，徐晃用兵有一个特点，先为不可胜，然后战。就是说徐晃用兵首先追求的是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然后才会追求胜利。对决关羽时，他依然遵循着这样的风格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他先是率兵来到樊城北部的阳陵，在此扎营。随后徐晃又充分发挥智谋，兵不血刃，拿下了郾城。拿下郾城后，徐晃又继续缓慢推进，一直推到了距离关羽军营只有3丈远的地方。就在此时，曹操又给徐晃送来一份大礼，孙权的备盟书信。原来孙权决定背刺关羽后，还专门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表忠心。在信的结尾，孙权还拜托曹操千万不要泄密给关羽。对此，曹操表示你在教我做事。于是他扭头就把信给了徐晃，让徐晃把信射到关羽的军营里去。
得知孙权决定背盟，关羽军顿时军心涣散，士气低落。不久后，曹操给徐晃的12营，也就是1万多人的援军也终于到了。此时徐晃的总兵力达到2万左右，关羽的前线部队也有2万左右。然而关羽还要留一部分军队包围曹仁，能够抽出对付徐晃的也就1万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此时的徐晃在兵力和士气上都占据了优势。然而徐晃也有劣势，关羽也有优势。徐晃的劣势是他的军队里有很多新兵，关羽的优势是为了阻挡曹军可能会到来的增援，关羽已经提前在围头和4种建了2座军营，尤其是围头的主营足足围了10重鹿角，坚固异常。综合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后，徐晃认为目前的情况至少可以做到不败，于是他决定一战。面对关羽的布置，围头4种双重防御体系，徐晃使出声东击西之计，先是扬言要攻打围头，成功吸引了关羽军的注意，随后他立刻亲自率军对4种发起了排山倒海一般的猛攻。关羽眼看4种军营将要不保，只好亲自率领5000机动兵力赶往救援。得知关羽率军出营，徐晃立刻一转攻势，停止攻打4种，全军直扑关羽。原来声东击西只是一个引子，徐晃真正的目的就是把关羽引出来，和关羽来一场大决战。两军相遇后并没有直接开打，因为关羽表示他想跟徐晃聊聊天。史书记载关羽和徐晃素相爱，虽说两人已经好多年没见了，但重视感情的关羽依然想和这位老朋友叙叙旧。聊聊着半截，徐晃突然下马，对士兵下令道：谁能得到关羽的脑袋，赏金1000金。一瞬间关羽整个人都惊了，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盯着徐晃问道：大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徐晃只是冷冷地回答道：这是国事。史书说对徐晃的表现，关羽感到了恐惧。我觉得与其说恐惧，不如说关羽的内心被深深地刺痛。此时此刻他依然把徐晃当作自由，而徐晃的心中却已经容不下除了曹操之外的任何人了。双方无话，直接开打，最终兵力处于劣势而且士气低落的关羽军无法支撑，被迫撤走。徐晃率军紧追不舍，一口气突入关羽设在围头的主营。这一下那10重鹿角也没用了，毕竟徐晃军只要紧跟在关羽军后边，就足以直接突入大营了。一场恶战后，徐晃攻破了围头主营，关羽无奈只得解除了对樊城的包围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完，此时关羽依旧包围着襄阳，并且用水军封锁了沔水，使曹军无法前进。如果没有孙权的背刺，关羽应该是可以拿下襄阳的。这样的话，关羽这次北伐总体来说依然是成功的。然而孙权终究出手了，关羽不得不全线撤退，襄樊之围就此解除。襄樊之围的解除虽然不能说都是因为徐晃，但徐晃毕竟功劳很大，而且徐晃在这一战中展现出的从容不迫和军事才能也是令人佩服的。战后曹操如释重负，一生最后的危机终于解除了，总算可以安然死在病床上了。曹操亲自为徐晃接风洗尘，并且说了2句很夸张的话。曹操说徐晃的功劳超过了孙武、司马穰苴这2个超级名将，还把徐晃比作周亚夫。怎么理解曹操的表现呢？我认为此刻的曹操终于醒悟了，也彻底明白了徐晃对他的好，对他的忠诚。自己一生薄待徐晃，到他那么老了才给他一次独立带大军的机会。然而人家一生从无怨言，为自己赴汤蹈火，无条件的付出，哪怕至亲，又有几个人能对自己做到徐晃这地步？羞愧无地自容之下，曹操发自内心想要对徐晃赎罪，却不知道怎么办好，只能用非常夸大的话去催徐晃。他希望后世能因为自己最后这几句话来认可徐晃的能力和功绩。然而没什么用，徐晃在曹操时期一直没有真的得到重用，地位和张合并列五子吊车尾。然而张合活得够长，最终在曹睿时期得到了出头的机会，靠着街亭之战刷马谡，在临死前2年当上了征西车骑将军。然而去世于街亭之战前1年的徐晃就没有这个机会了，所以最终陈寿把徐晃排在了五子良将的最后一名。因为一生被曹操拿来擦屁股，徐晃缺乏足够存在感。
导致哪怕到了今天，真正了解徐缓能力和功劳的人也并不多。然而这一切对徐缓来说并不重要，他如愿地守护了曹操，让曹操最终得以死在了病床上，我想他已经满足了。